血脉暴走。听闻这4个字，仙海人户的表情也是变得复杂。血脉之力乃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力量，而血脉之力也有强弱之分，哪怕相同的一种血脉之力，也同样有强弱之分。血脉之力越是强大，往往预示着血脉之力的拥有者在修武一途所走的道路也就越远。当然，这并非绝对的，毕竟血脉之力强大是天生的优势，但如何将血脉之力的力量发挥出来，也是看个人的。可有一种人，血脉之力强大到不仅拥有的意识，甚至在一些特殊的条件下，更是会占据主人的身躯，以主人为媒介，将自己的一部分力量释放而出。此等情况被称为血脉暴走。血脉暴走有多罕见？整个浩瀚修武界，远古之后至今为止，有过血脉暴走的人只有3人，其中1人便是宇文天族的先祖，也被誉为是宇文天族历代以来最强的人物。至于另外2人，虽不是天级血脉拥有者，而是其他血脉，可那2位后来也都成为了整个浩瀚修武界都赫赫有名的人物，甚至曾一度站在浩瀚修武界的最巅峰。自从那3位之后，血脉暴走这种事情再也没有发生过，血脉暴走也成为了一种传说。根据自古以来的记载，血脉之力强大的人不一定就会变得强大，但是凡是能够让血脉暴走之人，却都成为了屹立于整个浩瀚修武界的顶尖强者。这也是为何当得知楚风此时的情况乃是血脉暴走后，连仙海人户都会如此吃惊的原因。你能确定这就是传说中的血脉暴走，而不是某种特殊的守护阵法或是至宝的力量？仙海人户对红发首领问道：我族先祖宇文成空大人就曾血脉暴走，对于这等景象，我族内有着明确记载，不会有错。这个景象就是血脉暴走，真是想不到这种地方竟然有人的血脉之力强大到了这种地步。红发首领的话语之中尽显他的吃惊。就在此时，楚风紧闭的双眼竟突然睁开，眼眸睁开，人们能够看见楚风的眼中竟也布满了雷霆，并且那目光毫无感情可言，冷漠的让人只是看到这目光就会不寒而栗。你们都要死！此话说出，楚风便直接出手，只见其手指对着那红发首领一指，顿时无数道雷霆向那红发首领奔腾而去。见状，红发首领赶忙亮出一把长剑，那把长剑通体银白色，可当其亮出之后，竟释放出蓝色的雷霆。这把长剑出现，红发首领的气息顿时大涨，只见手臂挥动，顿时剑气涌现，一道巨大的半月形剑气夹带着雷电反向楚风攻去。那雷电剑气与楚风释放的雷霆交织，顿时荡起恐怖涟漪，涟漪肆虐间，那红发首领竟然暴退开来，就连站在不远处的仙海人户也是遭受牵连，猝不及防之下，同样被那涟漪吹飞开来。可是定目观望，楚风却是一动不动，依旧站在原来的地方，竟如此强横。见此一幕，莫说化魔一族的众人，就连原本沉浸在痛苦中的仙海少羽也是愣住了。当楚风的身上出现血脉暴走的状态后，他就注意到了一切，因为见多识广的他也曾听闻过关于血脉暴走之时，他早就知道血脉暴走之下实力会变得极为恐怖，但他却没有想到竟会恐怖到了这种地步。这可是远远超出楚风自身的力量，尤其是眼下红发首领不甘示弱，手握长剑主动飞掠而去，再度与楚风交手。一时之间，这方星空变得灯火通明，只不过那耀眼的光华却皆是暗藏杀机，那是由强大武力最汇集而成的恐怖力量。可是哪怕红发首领已经竭尽所能对楚风发动疯狂的攻势，可却根本无法伤到楚风分毫，他的所有攻势都被楚风周身的雷霆挡下，不仅无法伤到楚风，反而被楚风的雷霆弄得有些狼狈。该死！见此情形，正在想办法将仙海少羽身体上的力量剥离而出的仙海人户也不得不暂时停手，他运用力量将仙海少羽禁锢，随后丢给化魔一族的族人看守。紧接着仙海人户也是手腕一转，同样亮出一把气势超凡的兵刃，向楚风飞掠而去。当仙海人户停止对自己进行摧残后，仙海少羽的意识也是越发清晰，尽管是被禁锢状态，但他却能够更专注地观察战局。无论是仙海人户还是红发首领，实力都在仙海少羽之上，可这2位修武高手联手对抗楚风，竟也讨不到丝毫便宜。并且再看楚风那轻松的模样，明显还未施展全力，这哪里还是一个小辈级别的修武者，这分明就是一个可以叱咤浩瀚修武界的顶尖人物。此时的楚风有多可怕，从化魔一族众高手那恐惧的目光就能看得出来。本来楚风的天赋在仙海少羽之上，就已经让仙海少羽感觉难以置信，然而现在的楚风却更是让他对楚风有了全新的认知。他猛然间发现，哪怕早已名扬浩瀚修武界的他，若与此时的楚风相比，也是相差甚远。楚风，难道说你是怪物吗？看着这样的楚风，仙海少羽的眼中也是涌现出了恐惧。可忽然间，仙海少羽感觉头脑发沉，紧接着困意袭来。怎么回事？是刚刚四叔剥离我体内力量所产生的副作用吗？仙海少羽可不想在这种时候昏迷过去，他还想要继续观战，想要看看血脉暴走之下的楚风究竟能将力量发挥到何重境的。他努力支撑，甚至取出丹药服下，虽然被禁锢不能自由活动，但是从乾坤袋内取出东西这种事他还是做得到。为了克服此时的困意，他连续吞服了3颗丹药，那可都是不同寻常的丹药，丹药入口便化作气焰席卷全身。可是仙海少羽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竟然没用。仙海少羽慌了，连续服用3颗价值连城的丹药，竟也无法克服席卷自己的困意。这种情况下，他也是不知该如何是好。很快，仙海少羽便支撑不住，沉睡了过去。这仙海少羽怎么了？喂，你装什么蒜？
见仙海少羽忽然晕倒躺在地上，化魔一族的人也是一惊，纷纷上前查看。毕竟仙海少羽周身的力量对他们来说还有用，若是仙海少羽死了，那力量可就难以剥离出来了。不过当他们发现仙海少羽还有呼吸，只是昏睡了过去，干脆也不再理会。毕竟禁锢仙海少羽的力量可是仙海人户的手笔，仙海少羽就算耍花样也根本没用。所以化魔一族的众人再度纷纷将目光投向仙海人户与楚风的战圈。现在的战局对他们来说可是非常的不利，仙海人户与红发首领联手也根本无法伤及楚风，反而这两位被楚风所压制，尽管还未受伤，但这两位皆已经气喘吁吁，这样下去败下阵来乃是迟早的事情。血脉暴走竟可强大至此吗？看来不得不做好提前撤离的打算了。仙海人户以暗中传音的方式对红发首领说道。而对于仙海人户所提出的建议，红发首领也是点了点头。他们两个基本已经施展出了全力，但楚风却还没有。他们之所以还没有直接逃走，乃是因为在等。他们知道血脉暴走不会一直持续，迟早会消失。他们在等待楚风血脉那暴走的力量消失，但他们也必须做出第二手准备，那就是楚风的血脉暴走还可能变得更强。那个时候他们将无法应对，所以若是发现情况不对，就必须立刻离开。若是晚了，可能就来不及了。可忽然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楚风被他们发动的雷霆竟然被挡了下来。紧接着，楚风的脸上涌现出了痛苦之色，那是一种挣扎。猛然间，楚风竟然发出了怒吼，磅礴的雷霆不断自其体内释放而出，竟然连星空中的空间都被震成了粉碎。感受到楚风此时所释放的力量，仙海人户与红发首领皆是赶忙倒退。他们能够感受到楚风此时所释放的力量是能够抹杀他们的力量，但诡异的是，此时楚风释放的雷霆是那般的恐怖，但在释放出后就会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所封锁。楚风就好像被困在了一定的范围之内，他的力量再强也无法超出那个范围，并且那个范围还在不断缩小。终于，漫天的雷霆消散开来，而楚风身体释放的雷霆也是彻底消散。原本眼中雷霆涌动的双眼也是随之闭上。当这片星空恢复宁静之后，楚风也是陷入沉睡之中，消失了吗？血脉暴走终于结束了。看到这个景象，仙海人户也是松了一口气，不太对劲。可那红发首领却是有些怀疑，哪里不对劲？仙海人户问道。根据我族记载，血脉暴走的确会消失，不会一直持续，只是他这血脉暴走消失的方式却与我族记载不太相同，这不像是自然消失，更像是被某种力量强行压制住了。红发首领说道。无所谓了，只要此子安静下来，对我们就是有利的。真是想不到，在圣光天河这种地方，竟然会出现这种天才。仙海人户看着楚风，眼中也充满惊叹，这的确是意外惊喜。遇到了此子，乃是上天的眷顾，就算无法在圣光天河内找到那股力量，我们也不算白来一场了。族长大人若是知道此事，必然会重赏你我二人。不过相比于仙海人户的惊叹，渐渐从对楚风的震惊中清醒过来的红发首领则是发出了一抹诡异的笑声。你似乎还有别的打算？仙海人户问道。当然，此子拥有的乃是与我族一样的天际血脉，能让血脉暴走。他的血脉之力已经强悍到了难以估量的地步，如此强横的血脉之力落在这种废物身上，实在浪费，应当由我化魔一族掌管。红发首领说话间便向楚风走去，而事实上，哪怕他不说，仙海人户也猜出了他的打算。他现在已经不是简单的想要将楚风从那黑色盒子内获得的力量剥离而出了，那红发首领是想要将楚风体内的血脉之力从楚风的体内剥离而出。这种事情不仅极为困难，并且极为残忍，那是一种令人发指的残忍行为。但为利奥得到这血脉之力，化魔一族无疑会不择手段，他们才不会在乎楚风的生死。你再说谁是废物？可突然之间，有一道声音在这悠悠星空之中响起。是谁？听闻那个声音，在场的所有人都是神经一紧，哪怕是红发首领与仙海人户也不例外。此时，他们所有人的目光都凝视着楚风的方向，因为那道声音正是从楚风所在的方向传来的。但他们却又能够确定，那声音并不是楚风的声音，在这里还有其他人的存在。忽然，楚风周身的空间一阵颤动，紧接着有两道身影便浮现而出，一左一右，分别站在了楚风的身旁。那是一名中年男子和一只苍老的猿猴。那只猿猴看上去虽然苍老，可目光极为凶狠，那可不是寻常的妖兽所能具备的目光。只要是见过世面的人，只要看到这只猿猴的目光，就可以断定这只猿猴是那种妖王级别的存在。至于那名男子，相比于目光凶狠的猿猴，目光相对柔和，他第一眼看去平平无奇，但若仔细观看，却又让人捉摸不透，竟有一种深不可测之感。而这名男子便是楚风的父亲楚轩辕。至于那只苍老的猿猴，便是与楚轩辕并肩作战多年的伙伴老猿猴。如今的楚轩辕和老猿猴相比于当年被关押在禁地之时，整个人的感觉都有了极大的变化。虽然没有释放出威压，但只是从表面来看，都看得出他们两个很不好惹。但仙海一狐和红发首领却并未惧怕，毕竟他们两个同样来历不凡，更何况他们的身后还有着强大的化魔一族撑腰。化魔一族为何物？那可是能让整个浩瀚修武界各方势力都谈之色变的邪恶势力。我若没有猜错，你就是这个年轻人的父亲吧？仙海人户凝声问道。虽然楚轩辕未曾介绍自己，但是他从楚风与楚轩辕的面容上却也能看得出来，他们两个乃是父子关系。然而对于仙海人户的问题，楚轩辕并没有回答，同时也没有任何反应，就如同没有听见一般。见状，
仙海人护眉头微皱，在他的脸上涌现出了一抹不悦，但是他却并没有说什么。他隐隐间感觉到对方的实力可能不在自己之下，甚至多半在自己之上，不然不可能他们出现之前自己毫无察觉。面对这种对手，贸然出手可不是明智之举。可虽然仙海人护察觉到了楚轩辕和老猿猴的不好惹，但是化魔一族的其他人显然还没有察觉到，在楚轩辕和老猿猴都没有释放出威压的情况下，化魔一族的人根本不知道他们是何修为。再加上仙海人护那句父子，便让化魔一族的其他人知道这两位也是圣光天河的人。可圣光天河是什么地方？在他们眼中乃是荒凉之地，这里的修武者皆是卑微的下等生物。这种人胆敢无视仙海人护的话，在他们眼中那简直就是罪不可恕。大胆，你是聋了不成？我家大人问你话，还不快快回答？于是化魔一族中的一位便指着楚风怒斥开来。说话之际不仅高高在上，话语之中更是充斥着对楚轩辕的轻蔑与藐视。可他们话音刚落，老猿猴身形一晃便消失不见。当老猿猴再度出现之时，已是来到了化魔一族众人的身前，就站在那个指责楚轩辕之人的面前。人们还未反应过来，老猿猴大手一抓，直接捏住了那位的脑袋，将其高高的提了起来。此时那位斥责楚轩辕的化魔一族族人一边发出痛苦的哀嚎，一边疯狂的挣扎。可无论他怎么挣扎，都是无济于事。在老猿猴的面前，他就像是一只小鸡一样，没有挣脱之力，找死！见状，那站在一旁的化魔一族众族人纷纷拔出兵刃，且是放出威压，就要对老猿猴出手。可只见老猿猴手掌猛然握紧，只听扑哧一声，那位化魔一族族人的头颅便被捏碎开来。紧接着，那位化魔一族族人剩下的身躯便从星空之中跌落而下，向那深不见底的星空下方坠落而去。而见此一幕，那已经拔出兵刃的化魔一族众族人却都不敢再对老猿猴出手了。只是老猿猴一个简单的动作，便已然让他们意识到，这只看上去衰老的猿猴实则是一个可怕的杀人恶魔。他们就算一起出手，在这只杀人恶魔的面前也活不过几个回合。两位可否放条生路？仙海人护再度开口，敢动我家少爷，还想活着离开？老猿猴发出了一声冷笑，给脸不要！你们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红发首领凝声问道。可他话音刚落，楚轩辕衣衫舞动，紧接着磅礴的威压便自其体内释放而出，如无形的飓风，瞬息便吞噬了这方天地。当那气息降临的一刻，莫说化魔一族的其他高手，就连仙海人护以及红发首领这等人物也是面色大变，眼中涌现出了惊容。因为当楚轩辕的气息出现之后，就连他们也感觉快要窒息。不管怎么说，面对先前雷霆暴走的楚风，他们还有一战之力，可是面对楚风的父亲，他们却连对抗的资格都根本没有。虽然仙海人护已经被楚轩辕吓得恐惧不已，可他却尽力控制自己的情绪，表现得较为镇定。你应该知道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化魔一族在这整个修武界也算是名声在外，不用我说，你应该也清楚我化魔一族的手段。而如今我化魔一族大军已经压境，如今就在圣光天河之内，今日之事若就此罢了，我们倒也不会追究。但你们若非要将事做绝的话，那个时候可不仅仅是你们要死，这圣光天河的所有人都要为你们陪葬。仙海人护对楚轩辕说道。当他无法战胜对方的时候，只能选择抬出身后的势力为自己撑腰。当然他说的也是实话，化魔一族的大军的确已经来到圣光天河，并且他们若是死了，圣光天河也的确会生灵涂炭。然而听闻这充满威胁的话语，楚轩辕却是淡淡一笑，只是那笑容是如此的讽刺。你笑什么？仙海人护问道。你说的是他们吗？楚轩辕问道。他们？你什么意思？仙海人护一脸不解。可他此话刚落，楚轩辕却是手臂一扬，一颗暗黑色的球体自其手中丢向身后的虚空。猛然间，那球体急速扩大，竟然化作一方世界，将这方星空都覆盖开来。那是一个布满雷光的世界。当世界张开之后，便有无数哀嚎自那世界之内传来。仔细一看，无论是仙海人护还是红发首领，以及在场的化魔一族的所有人，都是吓得快要窒息。有胆小之人更是浑身颤抖的抽搐起来，甚至有人直接吓得昏死了过去。原来在那世界之内，有着足足亿万身影，而那亿万身影全部在承受着酷刑。恐怖的雷霆正在分解他们的身躯，将他们体内的血脉之力硬生生的从他们体内抽离。这种被誉为世界上最残忍的事情，此时正在发生，并且是发生在了亿万人的身上。但若只是如此，还不至于将心狠手辣的化魔一族的众人吓成这个样子。之所以让他们恐惧的是，那亿万之人竟全部是他们化魔一族的族人，他们化魔一族的所有高手竟在其中，就连他们化魔一族的族长也在其中。此时化魔一族的所有人，包括那红发首领和仙海人护，他们的精神都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眼前的一幕是他们连做梦都不会梦到的场景，这简直颠覆了他们对化魔一族的实力的认知。化魔一族这个曾统治一方天河，而如今实力更是大涨的族群，如今竟皆如阶下囚一般被人囚禁起来，并且正在承受剥夺血脉的酷刑。哪怕他们心中高高在上无所不能的族长大人，也未能幸免。那个平日里他们敬畏、恐惧却又信任的族长大人，此时早已没有了那威风凛凛、舍我其谁的王者姿态，在他的脸上布满了痛苦，他的眼神更是充满了绝望，已经被折磨的近乎失去人形，一边痛苦的哀嚎，一边下意识的说出求饶的话语。猛然间，仙海人护将目光从那方世界内收回，再度看向了眼前的中年男子。你究竟是谁？仙海人护的声音都在颤抖，他再也无法克制自己的情绪，他浑身上下都在颤抖，连灵魂都在颤抖。
他还没有遭受折磨，但已经近乎崩溃。眼前这个男人带给了他从未有过的绝望与压迫。然而，就在仙海人互问话之际，其身后的化魔一族众人却先后跪在了星空之上，开始向楚轩辕求饶。就连那位红发首领也跪在了地上，先前还手握兵刃，准备对楚轩辕动手的他，此时却是吓得屁滚尿流。求饶的时候，他的声音竟都是夹带着哭声的。这位在化魔一族内都是有着一定身份的人物，此时却已经被吓得崩溃。不过对于这一幕，仙海人户却是能够了解，因为就连他也已崩溃。忽然，仙海人户笑了，他的笑容竟然有些释然，那是一种认命的笑。从小到大，不知听人说起过多少次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这句话。小时候我也是这样认为的，觉得自己还太过渺小，这个世界比我强大的修武者不知有多少。可随着修为增进，随着阅历增加，我开始觉得我就是修武众生眼中的人外人，天外天。开始觉得这个世界上就算有人比我强，但这个数字也不会太多。可今日我才明白，我原来还是一个井底之蛙。话到此处，仙海人互看向楚轩辕，遇到了你，我认了，这就是修武者的命。遇到了惹不起的人，就只有受死的份。我只有一个请求，能否让我知晓你已到达了何种境界？仙海人户对楚轩辕问道。听闻此话，楚轩辕的嘴角又掀起了一抹淡淡的弧度。你没有资格知道。此话说出，楚轩辕身后的世界便释放出了磅礴的吸力。在那吸力的笼罩下，仙海人户以及红发首领还有化魔一族的族人全部被卷入了世界之内。进入世界后，那世界内的雷霆便将他们捆绑起来，随后钻入他们的体内。从这一刻起，那世界内发出哀嚎的声音有多了300多位，只是哪怕仔细听，其实也听不出差别。毕竟相比于那1万道声音增加的这区300多道，实在是太过微不足道。将仙海人户等人吸入那世界之后，那方世界便关闭开来，再度化作球体飘落到了楚轩辕的手中。收起那世界球体的同时，楚轩辕也是俯下身来看向了楚风，就是这个让仙海人户都被吓到崩溃的男人。此时看向楚风的目光却是如此的温暖，如此的宠溺，如此的柔和。相比于上一次在九州大陆时的血脉暴走，变得更加恐怖了。真是没有想到，楚风的血脉之力居然还要在你之上，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此时老猿猴走了过来，血脉暴走只有血脉之力足够强大的人才会发生，而血脉暴走的恐怖程度也多半预示着血脉之力的强横程度。根据老猿猴的了解，楚轩辕也曾发生过血脉暴走，但楚轩辕身上的血脉暴走可不如楚风这般恐怖。这一次幸亏是楚轩辕及时赶到，否则若是任由楚风的血脉暴走持续下去，楚风搞不好会失掉本心，就算成为一个飘荡于这浩瀚星空中的恶魔，也不是没有可能。是那增强血脉的力量引发楚风血脉暴走的，不过无碍，我已经压制了下去。楚轩辕说道。以后还会再发生吗？老猿猴问道。虽然血脉暴走是彰显血脉之力的一种标志，是许多拥有血脉之力之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可老猿猴却并不希望楚风的身上再发生这种事，因为血脉暴走是很危险的，血脉之力也是具有生命的，是有可能彻底夺取主人的意识的。血脉暴走发生的条件其实很苛刻，但具体是什么条件才会发生，无法确定，我也不知道芬儿他的身上还会不会再度发生这种事。不过就算发生也是无碍，芬儿一路走来早就磨砺出来远强于常人的意志力，凭借他的意志力，就算发生血脉暴走也不会持续太久。楚轩辕说道。你对楚风倒是有信心。老猿猴说道。这就是让他独自闯荡的好处吧，唯有承受的苦难越多，才能锻炼出异于常人的本领。楚轩辕说道。但是风儿受的苦可比常人要多太多了。老猿猴看着那陷入沉睡的楚风，有些心疼。明明有一个强大的父亲，可以在这位父亲的庇护下安全的成长，可偏偏却又要一个人面对重重危险。老猿猴其实不是很能理解楚轩辕，担心楚风遭遇不测的他，也曾劝过楚轩辕，但是楚轩辕的信念却很坚定，就是要让楚风独自成长。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不容易，反而若想要达到他人无法达成的成就，吃更多的苦才是正确的路。好了，我们走吧。说话间，楚轩辕便站起身来。就要走了吗？都不与楚风打个招呼说说话，你不想让他知道我们来过吗？老猿猴很是吃惊地问道。他显然没有想到楚轩辕会这样离开。不了，楚轩辕说道。可是我们此次离开可能就回不来了，你没有什么话想对他说吗？这搞不好会是你们父子的最后一面啊。老猿猴再度问道。我们父子一定会再见。楚轩辕的说此话的时候，嘴角挂着淡淡的笑容，而那笑容之中满是自信。接着只见其随手一挥，在其前方的空间便有一道结界门涌现，那是一个跨越星空的结界门，这种仙海少羽需要依靠多种至宝才能开启的结界门，楚轩辕随手之间竟然就做到了，连和儿子正式见个面都不愿意的你，难道不打算直接离开吗？看着那道结界门，老猿猴问道。他已经看出这道结界门可并非是要离开圣光天河的结界门，还有一个老熟人要见一下。楚轩辕说话间便踏入了道结界门之中，至于老猿猴则是回身看向楚风，那眼中尽是不舍与心疼。他知道他们此次离开以后的楚风将再度一个人面对那些穷凶极恶的修武者，将再度一个人面对那些危险，只要他失败一次，等待他的就是死亡。楚风，你可一定要追赶上你父亲的步伐。说完这句话，老猿猴也是转过身去，他多想给楚风留下一些东西，只是若真那样做了，就违背了楚轩辕的意愿，而他绝对不会做出违背楚轩辕意愿的事。当老猿猴也踏入那道结界门后，那道结界门便关闭了，二人刚刚消失，便有一道身影从那黑盒子的结界门踏
踏入了这片星空之中。这位进来的人乃是仙海仙儿。当他进来时，是满眼的慌张，同时也有着一抹庆幸。之所以会感到庆幸，也是事出有因。他担心楚风和仙海少羽的安危，早就想进入此处观察情况，但是他却惊愕地发现进不来了，就像是一种力量将那结界门封锁了一般。他已经尝试多次，但都失败了，这让他非常担心仙海少羽和楚风，觉得他们两个很可能已经遭遇了不测。但这一次，那封锁了结界门的力量忽然消失了，他竟然再度进入这片星空。他自然有些庆幸，只是进入此处后，他脸上的那抹庆幸便立刻消失，取而代之的唯有紧张与慌张。少主，楚风，仙海仙儿发现了昏迷的楚风与仙海少羽，虽然很担心楚风，但他还是第一时间跑到了仙海少羽的身旁。少主，您这是怎么了？仙海仙儿来到仙海少羽身旁，一边询问，一边为其查探伤势。你这样丫头，谁让你进来的？可还不带仙海仙儿查探？仙海少羽却忽然开口了，他碰巧在此时苏醒了过来。少主，你们没事？少主，你没事？这可真是太好了！见仙海少羽苏醒，仙海仙儿激动地哭了出来。本来他以为仙海少羽已经遭遇不测，但看到仙海少羽不仅活着，状态还不错，他心里那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下来，那压抑的情绪也在此刻得到了释放。不得不说，仙海仙儿本就容貌不错，这哭得梨花带雨的，还真是让人心疼。可仙海少羽却没太多心思安慰仙海仙儿，而是赶忙起身观察周围的一切。毕竟在他昏迷之前，这片星空可是相当的危险，他必须确定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难道是被楚风全部解决了？看着周围已经看不到他的四叔以及化魔一族的身影，仙海少羽几乎肯定是先前血脉暴走的楚风将仙海人户以及化魔一族的众人杀死了。如若不然，他和楚风不可能都安然无恙的留在这里。就算仙海人户他们不敌楚风，决定逃离，也不可能将他丢下，至少会将他带走。而他还留在这里，就说明仙海人户他们已经死了。想一想，那个连他都无法对付的四叔，竟然被楚风所杀。再回想一下先前他所见到的雷霆暴走的楚风，此时仙海少羽看向楚风的目光仍是有些恐惧。解决？少主，您说的是那股力量吗？仙海仙儿问道。不明真相的他不知道化魔一族的到来，还以为是那漫天的恐怖力量。是的，至于仙海少羽，他也并未将他遇到仙海人户以及化魔一族的事情告知仙海仙儿，但却将他与楚风一同承受那黑色盒子力量的事情告知了仙海仙儿，同时也告知了仙海仙儿，楚风的天赋还要在他之上，楚风的天赋比少主还强。得知此事，仙海仙儿也是十分吃惊。身为仙海鱼族族人，他非常清楚仙海少羽的天赋达到了何种地步，而楚风的天赋竟还在仙海少羽之上，这是他之前从未想过的事情。就在此时，楚风也是发出一声轻哼，楚风也醒了。见到楚风醒来，仙海仙儿欣喜的赶忙起身，便想向楚风跑去。只是刚迈出了几步，仙海仙儿却愣住了。你这丫头何必控制自己的情绪，担心就过去啊？仙海少羽很是无奈的说道。他是真的不太喜欢仙海仙儿这种顾忌太多的性子。少主，仙儿犯错了。仙海仙儿说道。何错之有？仙海少羽问道。仙儿先前不小心叫了你少主，被楚风听到了。仙海仙儿说道。所以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就在此时，又有一道声音响起，那乃是楚风的声音。顺声观望，楚风已经坐起身来，正看着仙海仙儿和仙海少羽。此时，仙海仙儿低下了头，不敢去看仙海少羽，也不敢去看楚风。他不仅仅是担心仙海少羽责怪他，也是觉得不知该如何面对楚风。楚风兄弟，一切都是我的指示，你可不要怪仙儿。仙海少羽起身说道。我没有怪你们的意思，我虽然希望更了解你们，但若是你们不愿意说，我也不会勉强你们，因为在我楚风心中，你们都已是我的朋友，就算不知你们的真实身份，也不会改变我们的关系。至少我觉得我接触过真实的你们。楚风说话间也站起身来。仙儿，你先回去吧。仙海少羽说道。见状，仙海仙儿也并未迟疑，而是转身离去。看来你是想要告诉我什么？楚风问道。听闻此话，仙海少羽则是淡淡一笑，随后看向楚风，忽然说出了两个字：无情。无情。对于仙海少羽兄突然说出的两个字，楚风则是为之一愣，眼中充满了不解。他有些不太明白，这少羽兄为何突然说出这样两个字，让楚风感觉有些莫名其妙。该不会连自己用过的名字都不记得了吧？看着楚风有些茫然后，仙海少羽则是再度说道。听闻此话，楚风则是脸色大变，同时他的内心也不再平静。当仙海少羽提醒之后，楚风才知道他为何说出无情这两个字。当年楚风还是少年之时，为了解救紫菱，离开九州大陆，闯荡东方海域，曾使用一个假名，那个名字便是无情。可那是如此遥远之事，又是下界之事，知晓此事之人皆是与楚风关系亲密的下界朋友。而仙海少羽，楚风虽不知他真实身份，可只要随便想想，楚风也能猜到他应该不属于圣光天河，应该是来自这浩瀚修武界某个庞然大物的存在。只有那强大的身份才配得上仙海少羽的所作所为。就是这样的仙海少羽，本与当年的楚风没有任何瓜葛才对，可是仙海少羽他又是如何得知这件事的？看来还记得。看到楚风那震惊的反应，仙海少羽笑了笑，旋即对楚风又说了一句：那么你可还记得波及血海的小鱼儿？仙海少羽此话一出，宛如一记重锤，猛然锤到了楚风的脑袋上，让楚风震惊之际更是有些发懵。小鱼儿，楚风岂会不记得？那是一个楚风在东方海域无极血海内所遇到的娃娃，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娃娃。虽然只是短暂的相遇，但却给楚风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少羽兄，你到底是什么人？倘若说先前的楚风
对于仙海少羽的真实身份，还是抱着对方想说就说不说也无妨的态度的话，那么现在的楚风非常急切的想要知道仙海少羽他究竟是谁，他与小鱼儿那个娃娃又有着怎样的关系。楚风兄，我的名字没有骗你，但我的姓氏骗了你，我不叫伏魔少羽，我的真实姓名叫做仙海少羽，仙儿是我的族人，姑苏大人也是我的族人，不过仙儿不是我妹妹，姑苏大人也不是我奶奶，那都是我们为了骗你故意编造的关系，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家族，仙海鱼族，我的父亲便是仙海鱼族族长，所以无论是仙儿还是姑苏大人才会都称我为少主，而我还有一个同父同母的妹妹，她的名字叫做仙海鱼儿。仙海少羽对楚风说道，仙海鱼儿就是小鱼儿，所以你是小鱼儿的哥哥？楚风问道。仙海少羽并未直接回答，但却默认的点了点头，而见仙海少羽点头，楚风震惊之余更多的则是狂喜。楚风对仙海少羽本就印象不错，将他当作朋友，不然也不会明知危险也踏入那结界门，走入这星空之中来解救仙海少羽。但当得知仙海少羽竟是小鱼儿的哥哥后，楚风仍会感觉仙海少羽与自己更加亲近了一些。小鱼儿他现在过得可还好？楚风兴奋地问道。本以为此生可能再也见不到小鱼儿了，可是现在来看似乎还有机会见到那个神奇的娃娃，毕竟现在的楚风已经得知了小鱼儿的真实身份。我妹妹你可放心，那个丫头过得好着呢，只是对她来说唯一不太好的是她得了相思病，一直想着一个人对她颇有影响的男人。仙海少羽说道。听闻此话，楚风也是较感兴趣，回想一下，虽然当初的小鱼儿还是一个小娃娃，但是现在的话应该也长成一个大美女了，毕竟比之当初已过去多年，楚风也不再是当初的少年，而成长为了一名青年。看来小鱼儿那个娃娃也是有喜欢的人了。楚风感叹之时脸上还挂着笑容，他是真的很感慨岁月这种东西的神奇，回想当初宛如昨日。要说时间好像除了自己不断成长，楚风也没有太多概念，可是只要想到那个当初只会咿呀咿呀的叫，跟在自己身后喊着大哥哥的小鱼儿，如今竟也有了心上人，楚风才猛然发现距之当初竟也过去了那么久。楚风兄弟，我妹妹的心上人就是你啊！仙海少羽笑眯眯的对楚风说道。听闻此话，楚风面容大变，先前脸上的笑容也是瞬息不见，可是看着那如此吃惊的楚风，仙海少羽嘴角的笑容则是越来越浓。少羽兄，这个玩笑可开不得，我认识你妹妹的时候她还是个孩子啊。楚风说道。我妹妹那个丫头就是这么早熟的。仙海少羽说道。见仙海少羽竟如此认真的说着这种话，楚风则是摇了摇头，他只当仙海少羽是在开玩笑，并未当真，反而是对小鱼儿那心上人的好奇在此刻瞬息消逝。楚风兄弟，我妹妹可等着你去娶她呢，她那相思病可只有你能治啊。仙海少羽说道。少羽兄，玩笑适可而止。楚风说道。真不是玩笑，你是不知道我那妹妹对你有多喜欢。要知道身为仙海鱼族的公主，不止族内后辈喜爱，整个浩瀚修武界的各方小辈也都是在惦记着，更何况我妹妹她被誉为仙海鱼族当今第一美女，又是天赋在我之上的天才，她有多抢手可想而知了。可就是这样一个丫头，却整天看着一个骑兵级别的铰链发呆，你说这不是相思病又是什么呢？仙海少羽依旧笑眯眯地看着楚风，可是听到这里，原本以为仙海少羽是开玩笑的楚风，内心深处却好像受到了重击一般，心脏都为之一紧。骑兵级别的铰链，那好像是他当年随后送给小鱼儿的分别之礼。楚风内心较为复杂，尽管与小鱼儿已是多年未见，但从仙海少羽的言语中，楚风能够听得出来，他在小鱼儿的心中似乎的确是有着一些特殊地位的。但这件事是楚风万万没有想到的，所以一时之间也是无法适从。他没有想到那短暂的接触竟也给小鱼儿那个娃娃带来了这么大的影响。本来应该是我陪着我妹妹一起来看看你的，只是因为我妹妹当初太过顽劣，那个时候跑到祖武星域，可将我父亲吓坏了，所以自那以后就在他身上留下了束缚咒，再也不肯放他离开仙海鱼族。如今被困在仙海鱼族，根本就出不来。仙海少羽继续说道。少羽兄，之前在吞天兽界那个与你妹妹同名的小女孩，是你们有意安排的吧？是不是为了试探我？楚风说道。他早就觉得当初之事有些巧合，现在想想似乎解释得通了。你可不要怪我呀，楚风兄弟，我那个时候也不了解你，而我妹妹又将你夸得那么好，不用一些手段，我又怎么知道我妹妹是自作多情，还是她被骗了呢？但经过你我之间的相处，我已经知道我妹妹为何那般中意你了。楚风兄弟，你的人品绝对没得说，莫说我妹妹，就连我都中意你了。说这话的时候，仙海少羽还冲楚风抛了一个眉眼，这个眉眼让楚风吓得脸色发绿，掉了一地的鸡皮疙瘩。可仙海少羽这番话却也是间接的承认了楚风所说的试探乃是真实存在的。当初在东方海域的时候，曾出现过一个异象，一双巨手自9天深处浮现，在天空深处撕开了一道巨大的裂痕。现在回想异象，那应该是你父亲或是你族内的人做的吧？是他们找到了你妹妹以后，以这种方式直接进入了东方海域，只是因为他们实力过于强大，所以东方海域的人都没有察觉。楚风说道。当初在东方海域那一幕，刚好是发生在小鱼儿离开之前，而那一幕在楚风的内心造成了极大的影响，那可以说是让楚风第一次真正的感受到了自己的弱小，见识到了比肩神明的力量，应该是我父亲的手段吧？仙海少羽说道。这样看来，你仙海鱼族定然是很强大的家族。楚风说道。楚风兄弟，你真的未曾听闻过仙海鱼族吗？仙海少羽问道。我一路自下界走来，
的确见识浅薄，少羽兄可莫要生气。楚风说道：“这也不怪你，恐怕整个圣光天河知道我仙海鱼族的也不多，因为你们东域这些年来可以说是与世隔绝，不与外界来往的，除了传承多年的顶尖势力，对于外界的情况不了解也是正常。”仙海少羽说道：“东域是指我们圣光天河？”楚风问道。仙海少羽点了点头。这样说来，浩瀚修武界也被分成了不同区域。楚风问道：“莫说一方世界，就算一座大陆，都会被分成不同的区域。比如九州大陆就被分割成了9州。而听仙海少羽的口吻，似乎圣光天河所属的东域应该还有其他势力，除此之外，应该还有其他区域。所以在楚风看来，这无边无际的浩瀚修武界似乎也是有边际的，并且也被分割成了不同的区域。的确是这样。仙海少羽点了点头。少羽兄，能否为我讲述一番，也让我长长见识？楚风早就想要了解一下这浩瀚修武界的各方势力了，而仙海少羽来自仙海鱼族，必然见识渊博，所以楚风想从他口中了解更多关于浩瀚修武界的事情。当然可以，其实这些也是你迟早会接触到的。浩瀚修武界分为东域、西域、南域以及北域，占据东域的乃是2道天河，分别为九魂天河以及你们圣光天河。西域也有2道天河，分别是苍穹天河和血脉天河。在东域统治你们圣光天河的乃是圣光一族，统治九魂天河的乃是九魂圣族，而在西域统治苍穹天河的乃是苍穹仙宗。至于西域的血脉天河，话到此处，仙海少羽没有继续说，而是目光复杂地看着楚风。楚风从仙海少羽的目光中感受到了一些不对劲，于是不由追问道：“少羽兄弟，怎么了？为何这样看着我？”楚风兄弟，刚刚你我共同承受那力量，随后你就陷入了昏迷，在此期间，你可还记得发生的其他事情？仙海少羽问道。其他事情？难道在我昏迷的时候还发生了什么事情？楚风问道。而看楚风这样问，仙海少羽就知道楚风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发生了，有人袭击了我们。仙海少羽说道。是什么人？楚风问道。是化魔一族。随后仙海少羽就将事情经过告知了楚风，他不仅将化魔一族想剥夺他们身上那增强血脉的力量之事告诉了楚风，也将楚风血脉暴走杀死化魔一族众人的事情告知了楚风。少羽兄，你是说是我杀死了你的四叔和那些化魔一族的高手？得知此事，楚风也是极其意外，并且感到震惊，因为在他看来，他根本就不具备那种力量才是。的确是你做的，毕竟你的血脉之力也是属于你。楚风兄弟能够做到血脉暴走，你这血脉之力的强悍程度可以说是当今整个浩瀚修武界都找不到第二个。仙海少羽说道。血脉暴走真的这么厉害？因为毫无记忆，楚风对于血脉暴走并无印象，但是他却觉得仙海少羽并没有骗他，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吗？难道楚风兄弟你之前没有经历过类似的情况？仙海少羽问道。若非要说的话，当初还是少年之时，倒也有过一次类似的经历。楚风不由得想起了当年在九州大陆时的经历。那个时候，楚风与张天翼还有紫菱3人讨伐一座名为剑神谷的势力，后来因为剑神谷老祖伤害了紫菱，便使得楚风暴怒。之后的事情，楚风记不清了。可是根据紫菱与张天翼的讲述，楚风知道后来的他释放出了超出自身的力量，将整个剑神谷都夷为平地。那当时是怎么一回事？具体发生了什么？可否告知于我？当得知楚风曾经历过一次血脉暴走之后，仙海少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而后楚风倒也没有隐瞒，将当初的事情经过告知了仙海少羽。这样看来，楚风兄弟，你当初第一次引发血脉暴走，似乎是因为愤怒。若是那样，倒是能够理解。可是这一次血脉暴走时，楚风兄弟，你明明是昏迷状态，对于当时的情况也是完全不知。可在这种时候突然血脉暴走，倒是有些无法理解了。楚风兄弟，真的就只有这2次吗？仙海少羽再度问道。应该是只有这2次。楚风说道。好，若是这样，倒还好一点。仙海少羽说道。少羽兄，为何这样说？楚风问道。根据我所了解，血脉暴走虽是血脉强大的表现，可血脉暴走若是经常出现，却也会导致失控。根据历史记载，修武界曾经出现过一位血脉强大的前辈，那位前辈就曾因血脉暴走次数太多，而导致失去理智，走火入魔，变成了一个杀人狂魔，说过之处生灵涂炭。后来有一日，他便突然消失。关于他的消失，众说纷纭。有人说他是因为彻底被血脉吞噬，被自己的血脉之力杀死了；也有人说他是被各方高手联手所斩杀了。总之，他的结果并不好。因此后来有了一种说法，血脉暴走若太过频繁，便是血脉拥有者对血脉掌控力不足。简单点说，就是血脉拥有者配不上强大的血脉。而楚风兄弟只有2次，应该还算好的，但还是要稍加注意。你以后要多花一些时间修炼一下定心之术，让自己的毅力更强，对自己灵魂以及血脉的掌控也更强，这样才有可能避免血脉暴走多次发生。仙海少羽说道。多谢少羽兄提醒，我会注意。楚风很是感谢。若不是仙海少羽提醒，楚风对于血脉暴走这种事都不了解，就更别说注意了。你刚刚可是救了我，算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的这点提醒算什么？对了，楚风兄弟，你知道我为何非要提起化魔一族吗？仙海少羽问道。为何？楚风问道。因为这化魔一族本来叫做宇文天族，而那宇文天族乃是浩瀚修武界中对天级血脉掌控最强的势力，因此被誉为最强天族。仙海少羽说道。最强的天级血脉吗？楚风有些意外，毕竟他自己的体内也流淌着天级血脉。宇文天族，他之前就是血脉天河的统治者，不过后来被血脉天河其他势力联手推翻后，被驱逐出了血脉天河，这才改头换面，叫做化魔一族。至于原因，并不知晓，
但自从改名之后，这化魔一族一改往日正派形象，在浩瀚修武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现如今乃是浩瀚修武界最臭名昭著也是最危险的邪恶势力之一。至于如今的血脉天河，乃是一个无主之地，各方邪恶势力盘踞于那里，混乱不堪，被称为武者禁地。仙海少羽说道：“那其他区域呢？”楚风再度问道。占据北域的乃是仙海天河和图腾天河，仙海天河的统治者便是我仙海鱼族，至于图腾天河的统治者乃是图腾龙族，这图腾龙族乃是龙族后裔，体内流淌着这个世界上最接近神龙的血脉，实力极为强横。仙海少羽说道：“少羽兄的家族能与图腾龙族同在北域，想必实力也必然不同凡响。”楚风说道：“嘿嘿，楚风兄弟说对了，我仙海鱼族的确不弱。”仙海少羽得意地说道：“既然这东域、西域、北域都有了，必然也有南域吧？”楚风问此话的时候，目光都变得格外认真。他其实一直在等待着关于七界圣府的消息。现在来看，七界圣府应该盘踞于南域，但哪怕已经知晓，楚风还是想知道关于七界圣府更多事情。毕竟七界圣府是楚风必然要挑战的势力。虽然七界圣府是他母亲所在的势力，可七界圣府却将他母亲关押了起来。只因这件事，楚风与这七界圣府就已注定敌对。至于南域，则分别是七界天河与神体天河。神体天河的统治者乃是神体天府，那里并不是一个传统的家族，而是汇集着整个浩瀚修武界最强大的天赐神体拥有者。而统治七界天河的便是七界圣府。楚风兄弟，你界灵之术如此精湛，该不会连七界圣府也没有听闻过吧？那可是你们界灵师心中的圣地，几乎整个浩瀚修武界所有界灵师都以能够加入七界圣府为荣。仙海少羽看着说道：“关于七界圣府，的确有所耳闻，但只是有所耳闻，并不了解。七界圣府很强吗？在整个浩瀚修武界是何水平？”楚风问道。身为整个浩瀚修武界汇集了最强界灵师的圣府，这个问题还用问吗？七界圣府拥有着浩瀚修武界最强的界灵之术，并且他们主修界灵之术，将界灵之术修炼到了极致。那里的界灵之术可能与你如今所见识到的都不太一样。这么说吧，七界圣府的人与人交战都是界灵之术，几乎不会运用武技。同在南域之中，必然要分高下。因此，在多年前，为了争夺南域最强势力的名头，七界圣府府主曾与神体天府府主有过一场大战。那是修武者与界灵师的对决，也是武力与界灵之术的对决。可任凭神体天府府主实力滔天，将天赐神力修炼到了极致，可那一战却是七界圣府的府主技高一筹。但七界圣府内高手如云，并不只是府主强，除了府主之外，还有诸多强大的界灵师。你说七界圣府是何实力？仙海少羽对楚风反问道。看着此时仙海少羽的表情，楚风也是有些意外。当讲述七界圣府的时候，仙海少羽的脸上涌现出了一些特殊的表情，这个表情在讲述其他势力的时候可是没有的，那竟是一种敬畏。这种敬畏让楚风知道七界圣府的确不同寻常，难不成在七界圣府之内还有比府主更强的人？楚风问道。你还真别说，在七界圣府内的确有人不弱于七界圣府的府主，并且我听闻在七界圣府内很可能还有着超越府主的存在。仙海少羽说道。超越府主的存在，那是什么人？楚风内心也是越发惊叹。本来根据仙海少羽的描述，七界圣府的府主就已经非常料的，可是现在少羽竟然说七界圣府内竟然有着超越了府主的存在，那将是何等人物？这一点无法断定，只是有种传闻。但七界圣府府主的实力已是浩瀚修武界的最顶端，若是真有这样的人物镇守的话，那么那位的实力将凌驾于浩瀚修武界所有高手之上。只是他究竟是谁，究竟是何人物，便无从知晓了，甚至是否真的存在也无法确定。总之楚风兄弟，日后离开圣光天河，遇到任何势力你都可以招惹，但是唯有七界圣府不可招惹。七界圣府可以说是当今整个浩瀚修武界最深不可测的势力，莫说老一辈高手如云，后辈强者也是层出不穷，尤其是界染青。仙海少羽提到界染青的时候，他眼中的敬畏之色竟然更加浓郁。不止敬畏之色变得浓郁，他的目光竟都变得炽热起来。界染青，他与你我一样都是小辈吗？楚风问道。界染青虽然年龄不大，但也算我们的前辈，他如今的年龄应该也有500多岁了吧。总之，界染青被誉为整个浩瀚修武界有史以来的最强天才。仙海少羽说道。有史以来最强天才。听到这里，楚风也是倍感好奇。有史以来最强天才，这个名号可非同一般，他可是得到公认的。浩瀚修武界的各方势力虽然个个心高气傲，但没有一个势力敢不承认于他。他的天赋堪称最强，他的体内流淌着王之血脉，那是被誉为界灵师之中的最强血脉。七界圣府内界灵大师数不胜数，但拥有这种级别血脉的只有他一个人。仙海少羽说道。这么厉害？听到这里，楚风对那界染青也是越发好奇。不止如此，界染青还有一种超乎常人的力量。仙海少羽说道。超乎常人的力量是何等力量？楚风问道。楚风兄弟，身为界灵师，你应该知道，每一个界灵师与生俱来就可以与一个界灵沟通，这个是固定的，对不对？仙海少羽问道。是。楚风点了点头。其中最强的界灵就是来自修罗灵界，对吗？仙海少羽再度问道。是。楚风再度点了点头。楚风兄弟，你缔结契约的灵界是哪个？仙海少羽问道。修罗灵界。楚风说道。除了修罗灵界，还有其他灵界吗？仙海少羽问道。这当然不会，你刚刚不是也说了，界灵师只能与一个灵界缔结契约？楚风说道。所以
这就是界染青的厉害之处了，他能够与7个灵界同时缔结契约。仙海少羽说道：“同时缔结契约，那不是说他能同时召唤7个灵界的界灵？”楚风问道：“对，他可以做到这一点。你现在知道他有多么特殊了吗？”仙海少羽说道。听到这里，就连楚风也是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一直以来，楚风的所作所为经常颠覆常人的认知，可今日却有人颠覆了楚风的认知，同时与7个灵界缔结契约，这简直是楚风想都没有想过的事。不仅如此，他还能够跨越灵界屏障，进入灵界之中。仙海少羽说道。进入灵界之中，楚风越发吃惊，并且目光也是变得有些浮在，内心的情绪也开始从简单的惊叹变得不太一样，很是吃惊吧？先冷静一下，重点我还没说呢。若只是天赋异禀，未必就会得到整个浩瀚修武界的认可。你知道他是如何得到浩瀚修武界认可的吗？仙海少羽问道。如何？你说。楚风有些迫切地追问道。可能是天意，也可能是巧合。大约500多年前，整个浩瀚修武界各方势力都出现了不得了的天才。如今500年前的那些天才，个个都成长为了不得了的家伙。正因如此，500年前被誉为是浩瀚修武界最幸运的时代。可是同期的天才虽然个个不凡，但却没有一个人能与界染青抗衡，甚至那些天才若与界染青相比，全都弱了一个层次。因为在当年他们还都是小辈的时候，各方势力就联合举办了一场小辈切磋大赛。当时所有天才全部到场，但唯有界染青没有出现。那个时候那些天才还未曾交过手，谁也不服谁。一时之间，大名鼎鼎的界染青成为了各方势力眼中的笑柄。大家都觉得界染青他只是名声大，但却胆子小，连切磋的胆子都没有，乃是名不副实的天才。可谁曾想，就在切磋比试将要结束，那赛场上只剩下了最有名气的几位天才之时，界染青忽然出现了。他连手都没有动，只是意念之间运用最纯粹的结界之力，就将在场的所有天才全部压制的趴在地上，动弹不得。他用实力证明，同期天才与他相比，皆是不值一提。据说他那界灵之术内所释放出的威压非常不同寻常，连老一辈强者都是感到胆战心惊。仙海少羽越说越是激动，从他的话语之中都能听出，他对那界染青已不只是敬佩，更是有着仰慕甚至崇拜之情，竟强到了这种地步。而听闻到这里，就连楚风也是佩服不已。一直以来，他都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但却没有想到，在这浩瀚修武界还有一个这种级别的天才。不过可惜，不知为何，在几十年前他宣布闭关，至今都未曾出现，搞得我到现在都没有机会拜会一下这位曾惊艳了整个浩瀚修武界的天才人物。忽然，仙海少羽很是遗憾地感叹道。可是他这声无意间的感叹，却在楚风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拥有极强的界灵师血脉，又可破开壁垒，以修武者的身份踏入界灵栖身的灵界之中，这种种迹象与楚风的母亲已是有些相近。虽然未曾见过母亲，但楚风一直坚定地觉得他母亲是极为强大的存在，毕竟是他的母亲给予了他如此强大的界灵师血脉，能给予他如此血脉之力的母亲，必然不是寻常之辈。当然，这也是楚风的猜测。起初，楚风还无法确定，可是当仙海少羽说那界染青闭关几十年后，楚风的内心便再也无法平静。一个绝顶天才，怎么可能好端端的闭关几十年之久？这种不合常理的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可若要说他其实不是闭关，而是被关押了起来，只是对外宣布他在闭关，便解释得通了。楚风觉得这界染青很可能就是自己的母亲，这不仅仅是根据各种信息进行推测出来的，还有着一种直觉，来自于血缘的直觉。此时，楚风有些心痛，原来自己的母亲如此耀眼，如此耀眼的母亲，本应点亮这个浩瀚修武界，可全因自己的出生就被关押了起来，这让楚风的内心如刀割一般疼痛。楚风兄弟，你怎么突然这个表情？仙海少羽看着楚风说道。他能明显看出楚风表情的变化，那种情绪很是复杂，有震惊，也有痛苦，具体的他也说不出来，但就像是受到了刺激一样，很是激动。在楚风的脸上，他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表情。哪怕告知楚风的血脉之力强大到可以血脉暴走的时候，楚风也没有露出过这样的表情，这让仙海少羽很是不解。为何只是讲述一位前辈的事，楚风就会如此激动？楚风兄，你该不会认识界染青前辈吧？仙海少羽突然问道。没，我怎么可能认识那样的前辈？楚风摇了摇头，不管自己如何确定，那也只是自己的猜测。在此事确定之前，楚风是不会说界染青是自己母亲的。毕竟，倘若楚风猜错了，那笑话可就闹大了。少羽兄，可曾听闻界染青前辈是否遇到过心仪的男子？楚风问道。心仪男子？整个浩瀚修武界哪有人配得上他啊？这么和你说吧，界染青何许人也？他乃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人物，天下间能配得上他的男人，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不管是谁，若能娶到他，那都是癞蛤蟆吃了天鹅肉。我真希望他此生此世都不嫁人，只有那样才更像是一个传说。仙海少羽说道。本来楚风是想打探一下自己父亲和自己母亲的经历，但现在看来，应该是消息被封锁了，世人根本不知道他父亲这个人的存在。但是倒也正常，七界圣府觉得这是一件耻辱之事，不让此事传出去，反而合情合理。少羽兄，那最后一道天河呢？楚风问道。楚风兄弟，你怎就知还有最后一道天河？仙海少羽问道。我听闻浩瀚修武界有9道天河，而浩瀚无边的星空之中，竟能被分为东西南北4个区域，那就必定有一个中心区域，东西南北乃是因为它才被分割出来的，所以第9道天河一定存在。楚风说道。你说对了，的确有第9道天河。楚风兄弟，你看那边。仙海少羽说话间，
将手指向了浩瀚星空的西方。顺着仙海少羽手指的方向，楚风望去，映入眼帘的乃是黑暗之中那无数颗闪烁微弱光芒的无尽星辰。楚风知道，别看那星辰看似渺小，但每一颗星辰都是一方世界，而星辰堆叠在一起，可汇集成一道星河，如一条河流，流淌在这浩瀚无边的星空之中，极为壮观。这样的星河也被称为天河。浩瀚修武界内有着9道天河，但有的距离太远，无法看到。可仙海少羽所指的天河，却是楚风用肉眼就能看到的。莫说现在，就算是当初在九州大陆无法修武之时，仰望星空，也能从浩瀚星空中看到那条天河。少羽兄，难道我们看到的那条天河就是第9道天河？楚风问道。对，那就是第9道天河。楚风兄弟，你知道为何9道天河除了圣光天河之外的8道天河只能看见这一道吗？仙海少羽问道。是因为其他天河距离太远。楚风问道。若要说距离，九魂天河距离你圣光天河最近，那你可有看到九魂天河？仙海少羽说道。那是为何？楚风问道。因为这第9道天河是整个浩瀚修武界最为璀璨的天河，同时也是最为神秘的天河。相传那里记载着太古时期的秘密。仙海少羽说道。太古时期的秘密？楚风越发好奇。对，所以这条第9道天河无人统治，准确来说，就算有人统治，也不知道是谁。自古以来，整个浩瀚修武界有无数强者进入那条天河，但无一例外都未曾再从那条天河内出来过。有人说那是一座神域，进入其中之人皆是留恋其中美好，不愿再出来。也有人说那是一座炼狱，进入其中之人皆是丧命其中，人都死了，自然无法出来。但大多数人更愿意相信那乃是一座神域，所以世人称那第9道天河为太古神域，当然也有人称它为太古炼狱。仙海少羽说道。听闻仙海少羽的讲述，楚风再度看向了那第9道天河。一直以来，楚风都觉得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但当仙海少羽与他讲述了关于浩瀚修武界的格局后，楚风觉得他虽然还未触碰到修武意图的顶点，但至少已经看到了。可这第9道天河却让楚风再度看到了深不可测的东西，那里面如果真的记载着太古的秘密，必然也记载着远古时期的秘密。可为何踏入其中的人就再也无法出来呢？就算那里面真的是一座修炼圣地，也应当向家人报个平安吧。可楚风却也觉得那里应该不是一个必死之地。如此璀璨的天河照亮了无边无际的浩瀚修武界，怎么可能是一座炼狱？这第9道天河，楚风虽然刚刚了解，可它的神秘已是让楚风心生向往。少羽兄，那第9道天河可以随意进入吗？楚风问道。随意进入？怎么可能？想要进入第9道天河，条件可是相当苛刻。仙海少羽说道。要如何才能进入？楚风问道。楚风兄弟，好奇这个对你来说还太早，以后再知道也为时不晚。况且有些事情自己去探索不是更有乐趣吗？仙海少羽说道。少羽兄所言极是。楚风笑了笑，对于仙海少羽的话他是认可的。楚风兄弟，你的天赋没得说，但我不是泼你冷水，你要走的路还很长，尤其是在圣光天河这种地方慢慢修炼的话，你的进展速度会更加迟缓。虽说修武者天赋很重要，但实际上修武者也离不开修炼资源，你在这里修炼着实是在浪费时间。但你若愿意，我可以给你提供一条捷径。仙海少羽说道。什么捷径？楚风问道。现在的他迫切的需要力量，需要变强，若仙海少羽真的能够给他提供捷径，楚风也许不会拒绝。家父与7届圣府有些关系，我可以推荐你加入7届圣府。当然，想正式成为7届圣府的人可并不容易，所有想加入7届圣府的人都要经过府试，府试时间为3到10年，这3到10年之间通过府试就可以加入7届圣府，成为7届圣府的一员，享受7届圣府的待遇。不过只要参加府试，除了通过考核或者被淘汰之外，是不可以擅自离开府试区域的。不过楚风兄弟，以你的天赋根本不用10年，我觉得你3年就能通过考核。仙海少羽说道。多谢少羽兄好意，我有要事在身，暂时还不能离开这里。楚风摇了摇头。先不说楚风急着进入卧龙武宗去救紫菱，不可能等待3年甚至更久的时间。7届圣府乃是楚风心中敌对势力，楚风怎能臣服于7届圣府，向那个追杀他们父子的7届圣府低头？楚风兄弟，你有何要紧事？仙海少羽问道。有要保护的人。楚风说道。既然如此，我就实话实说了。化魔一族来到圣光一族，乃是为了寻找一样东西，为了这样东西，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就算让圣光天河生灵涂炭，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当然，这件事是我四叔说的，他说的话未必可信，可我就怕这是真的。倘若是真的，那么这圣光天河可就太过危险了。所以，楚风兄弟，你随我走吧，离开这里。仙海少羽说道。少羽兄，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可修武者哪一天不再面对生死？假如圣光天河注定要生灵涂炭，那我更要与此地前辈并肩作战。毕竟这里就算再不堪，可它终究是我的家园。楚风说道。这样看来，我是劝不动你了。仙海少羽已经感受到了楚风不会离开的决心，紧接着他们2人就离开了此地，回到了仙海仙儿与仙海姑苏所等候的地方。看到楚风与仙海少羽安然出来，仙海姑苏也算松了一口气。之后几人又闲聊了一番。楚风知道仙海少羽他们要做的事情已经做完，准备离开此地。楚风兄弟，再见之时必然就不是这圣光天河了，我等待着你楚风之名，响彻浩瀚修武界那一日。仙海少羽对楚风说道。必然会再见。楚风也是自信满满，尽管如今的楚风尚且弱小，在圣光天河内他都是弱小的存在，若放在整个浩瀚修武界，如今的楚风仍是小鱼小虾级别的小人物。但楚风知道
总有一日，这强者如林的浩瀚修武界会有他楚风一席之地，否则他就不配做楚轩辕与芥染青的儿子。那我就在仙海鱼族等着你来娶我妹妹了。仙海少羽对楚风说道。仙海少羽此话一出，仙海仙儿和仙海姑苏都是脸色一变，虽然什么都没说，但是看向仙海少羽的眼中却是充满了惊讶。他们都知道仙海少羽说的妹妹是谁，仙海鱼族当今的族长大人，子女也是有着不少。身为仙海鱼族族长的儿子，仙海少羽的兄妹自然也就不少，但仙海少羽只认一个亲人，那就是与他同父同母的妹妹仙海鱼儿。而仙海鱼儿何许人也？仙海少羽乃当今仙海鱼族最强小辈，其天赋之强，实力之强，早就名扬整个浩瀚修武界，乃当今浩瀚修武界内公认的最强小辈之一。可仙海鱼儿之天赋却比仙海少羽更加恐怖，很有可能日后成就会超越仙海少羽。正因天赋异禀，又性格讨喜，整个仙海鱼族之内几乎少有人不喜欢仙海鱼儿。仙海鱼儿乃是整个仙海鱼族内真正的掌上明珠，而仙海少羽对他这个妹妹更是宠爱有加，只要他的妹妹想要的，哪怕是天上的星星，他也恨不得去摘下来。仙海鱼族的人都知道，仙海少羽心性高傲，除了仙海鱼族的族人外，能让仙海少羽仰慕的强者，整个浩瀚修武界便只有一人，那就是7届圣府的芥染青。仙海少羽虽未见过芥染青，但对芥染青的仰慕程度早已达到崇拜的地步。可仙海少羽还说过一句话，倘若有人能超越芥染青，那这个人必然就是他的妹妹仙海鱼儿。这个世间既没人配得上芥染青，也必然没有人能够配得上他的妹妹仙海鱼儿。哪怕来到圣光天河之前，仙海仙儿和仙海姑苏就已经知道仙海少羽要会一会这个楚风，并且相识之后，他们也都知道仙海少羽对楚风印象极佳，否则也不会为了楚风甘愿冒风险。